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腰带鹿娃上跑男背后故事引热议，姐妹情深不受艳压影响。5月8日，奔跑吧剧组空降白鹿子李常州，这本身就自带话题 booth。更添一把柴的是，白鹿还撺掇来了闺蜜带鹿娃，外加昔日搭档曾舜晞。镁光灯一闪，吃瓜群众的视线立马锁死白鹿和带鹿娃，俩人齐刷刷的民国风穿搭，一个身着靛青旗袍，一个夜的鹅黄长裙，同框画面，那叫一个赏心悦目。要说这俩人能同台，背后故事颇值得玩味。想当初白月泛星热播，带鹿娃凭演技小爆了一把，结果呢，营销号那群魑魅魍魉又开始作妖，硬拗说白鹿演技被带鹿娃碾压，闹得满城风雨。这就是坊间盛传的艳压罗生门。演艺圈的瓜田李下，谁又能看得真切？说不定前一秒还剑拔弩张，后一秒就姐妹情深。所以瞅见白鹿立腰带鹿娃加盟跑男，不少人心里犯嘀咕，这俩人是真的云淡风轻，还是面子上过得去？实则这种艳压桥段在娱乐圈堪称是司空见惯，一部剧蹿红，总有人按捺不住，煽风点火，唯恐天下不乱。说白了，图个流量。但这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流量，真能给演员带来福祉吗？恐怕未必。换个思路，艳压这词儿本身就裹挟着一股酸腐味，仿佛女演员之间就只能靠颜值 battle、演技 PK 来争个头破血流，难道就不能是惺惺相惜，彼此成就吗？当我们乐此不疲地讨论谁艳压了谁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落入了这套预设的逻辑？早前带鹿娃接受专访，还爆料说杨紫和白鹿性情相仿，有意撮合他们结识。这番话听着就透着古实诚劲儿。毕竟在娱乐圈这片名利漩涡里，能觅得几个知心朋友，简直是凤毛麟角。追溯起来，白鹿和带鹿娃也非初次合作，在《唐宫奇案》中，他们就曾联袂出演。这说明啥？关系词是背。要真像营销号瞎掰的那样势如水火，还会二度携手吗？当然，也不乏杠精会跳出来说，这都是为了工作，为了捞金。娱乐圈嘛，真假难辨，谁又能妄下定论？但我总觉得，与其带着恶意去揣测别人，不如多一分善意和期许。毕竟，谁也不愿浸泡在充斥着猜忌和敌意的氛围里。细数那些所谓的艳压闹剧，幕后推手大多是那些唯恐不乱的营销号，他们巴不得把女明星们架在决斗场上，让他们互相厮杀。而我们呢，就甘当一个吃瓜看戏的，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流量裹挟。当我们习惯性的把锅甩给娱乐圈的潜规则时，是否也该反思，我们自己是否也无意间助长了这股歪风邪气？归根结底，白鹿和带鹿娃情意几何，只有他们心知肚明。但我们可以选择笃信他们是真诚的，毕竟多一些温情，总比多一些算计更美好。恰如这次跑男录制，白鹿慧眼识珠，立腰带鹿娃，或许正是想向大众传递一个讯息：女演员之间也可以是知己，也可以是互为砥柱。这种磊落的姿态，难道不值得我们拍手叫好吗？2. 白鹿携奔跑吧回常州，衣锦还乡背后文旅融合有说道：奔跑吧跑去常州录制，白鹿带着跑男团回了趟娘家。这事儿吧，表面看是明星综艺下乡扶贫，实际上背后藏着不少门道。这年头，综艺节目不好做，观众老爷们的口味刁钻得很，光靠尬笑和撕名牌，早就胡穿地心了。所以节目组的绞尽脑汁，找点新的刺激。跑到常州，一方面是想蹭蹭当地的历史文化 IP，另一方面
也是看中了白鹿这块活招牌。白鹿这波操作，简直就是衣锦还乡的完美演绎。你想想，在外打拼多年，混出了名堂，带着光环回到家乡，那感觉能一样吗？节目组也挺会来事儿，直接把他的名牌改成白梦妍，瞬间拉近了明星和普通人的距离。这招身份切换高，实在是高。这就像是古代的状元游街，只不过现在游的是常州的街，宣扬的是常州的名。但事情真就这么简单吗？当然不是，这背后是文旅融合的大趋势。现在光靠景点本身已经很难吸引人了，得靠故事、靠体验、靠明星效应来激活他们。常州这次算是抓住了机会，借着奔跑吧的流量，顺势推出打卡路线，把录制地点串联起来，搞什么沉浸式体验、国风活动、道系养生操，这简直就是把文化旅游这4个字刻在了脑门上。这种情况就好比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饭馆，突然被美食博主推荐，瞬间门庭若市。但问题来了，这波流量能持续多久？记住，流量是把双刃剑，用好了能让城市一夜爆红，用不好只会留下遍地狼藉。为啥这么说？因为观众不是傻子，他们要的不是到此一游的打卡照，而是真正能触动心灵的东西。如果常州只是把综艺节目当成一锤子买卖，那这波红利很快就会消失殆尽。而且这种明星加旅游的模式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，之前多少城市都搞过类似的活动，结果呢？火一阵就凉了。难道真的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，关键在于常州能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底蕴挖掘出来，用更有创意、更有趣的方式呈现给观众，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。白鹿带队友吃常州卤味，李晨吃碗肥肠红汤面就要多跑1小时，这挺好，接地气。但光靠美食还不够，常州的想想怎么把祭子文化、青果巷的历史、茅山的道教文化都变成游客愿意买单的故事。这种操作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把一个普通的景点变成一个有灵魂的 IP。 说到这儿，就不得不提白鹿的新剧《临江仙》了。节目组也是抓住了机会，让白鹿和曾舜晞在节目里重现离婚仙侠桥段，顺便给新剧预热。这操作简直就是营销鬼才的教科书式案例。但是这真的合理吗？把综艺节目变成新剧的宣传平台，会不会让观众觉得反感？这又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。文旅融合这事儿，说白了就是一场注意力争夺战，谁能抓住观众的眼球，谁就能赢得市场。但记住，观众的眼球是有限的，他们的耐心更是有限的。所以说，常州这次能不能借着奔跑吧的东风，真正成为新一轮的网红城市，关键不在于明星，不在于流量，而在于能不能把自己的内功练好。这种事情就好比一个演员，光有颜值是不够的，还得有演技。一个城市也是一样，光有明星效应是不够的，还得有文化底蕴。人真的是太难了，太惨了。城市也是一样，想要红，想要火，都得付出努力。所以啊，常州加油吧！别辜负了白鹿这波衣锦还乡的助力，也别辜负了观众老爷们的期待。记住，真正的网红城市不是靠炒作出来的，而是靠实力赢得的。